中国不可思议的工程，在沙漠里挖水库。美国为什么急着叫停？中国幅员辽阔，资源丰富，但很多地区是比较贫瘠的沙漠，由于缺水，很难有效利用沙漠地区，住在那里的人日子一直不好过。为了进一步提高沙漠治理中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，我们决定在沙漠中修建一座水库。这个东西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，但是我们真的采取了实际行动，成功的在沙漠中修建了一座大型水库。这个利国利民的水库现在叫洪崖山水库，是民勤县唯一的水利调蓄工程，可灌溉耕地60多万亩，对当地经济发展有很大帮助。中国建这个水库的时候，美国专家跳出来紧急叫停。为什么？我们显然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修建水库，我们怎么会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有什么关系呢？自古以来，中国的沙漠地区一直集中在西北地区，由于年降水量稀少，土地干旱，沙漠给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麻烦，不仅最基本的生活用水得不到保障，贫瘠土地的粮食也常年不收。每年，沙漠化给我国带来数亿元人民币的损失，所以长期以来，中国在沙漠治理上从未止步。我们今天讲述的主人公就位于甘肃省民庆县，它叫洪崖山水库，位于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的中心，平均海拔1700多米。其特殊的位置也给施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。美国专家得知消息后，甚至站在一边冷嘲热讽，说在这里建水库是天方夜谭。但是老美怎么也想不到，中国的基建产能不是吹的。建设初期，有24万人前来助阵，这包括在广袤无垠的沙漠中，在烈日和强风下汗流浃背，一步一步的建设面积高达30平方公里的水库，库容达到惊人的1立方米。本来建水库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，美国老专家在大洋彼岸坐不住了，说我们在破坏环境，不支持，意思是沙漠也是全球生态环境的一部分。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国家致力于发展荒漠化？看到它，我说表面上看起来是在为我们担心，其实是看到不可能的事情会变成可能，我们在嫉妒，所以我们没有重视，而是加班加点完成了最后的项目。美国气得跺脚，却怎么也拦不住。前不久，中国沙漠地区遭受洪水袭击。沙漠和洪水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，为什么会一起出现？在我们国家的塔克拉玛干沙漠，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连续暴雨，沙漠中心出现了洪水，码头上长脚真的很奇怪。当地居民和大型企业都没有防洪的措施和方法。此外，沙漠地区和我们通常生活的地方是有区别的，沙漠里没有下水道和排水沟，整个沙漠可以说没有排水能力。持续的暴雨不仅没有增加沙漠地区的含水量，反而加剧了当地的水土流失。这场沙漠暴雨也给我国带来了大量的财产损失。如果在这附近建一个水库，损失能降到最低吗？可惜没有如果，但幸运的是，这次洪水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沙漠洪水这样的怪事，不得不让人想起正在欢快跳跃的美国。难怪人们会想到美国，毕竟就算我们国家要在沙漠里建水库，他们也得跳出来把手伸进去。其实早在上个世纪，修建洪崖山水库的概念提出的时候，当时就吸引了很多人，但由于当时我国科技水平相对较低，缺乏大型机器支持，很多国家认为我国不可能修建这种水库。在建设初期，洪崖山的进展并不顺利，学术界也有很多争论，包括一些反对的观点。他们认为这只会使土地更加贫瘠，但由于国家的宏观调控，建设进度仍在正常推进。这时候老美发现不对劲了，反正让中国造，于是他说，既然你在建水库，那就一定要把河截断。然而，如果河流被切断，当地作物的生长将受到影响。大家听了这话都为我们着想，我以为美国要洗心革面了，可是知道了美国的真面目，我们是不会相信的。早在建设初期，我国科研人员就针对各种情况做了预案。老美千方百计阻挠我们的同时，我们的工程师加班加点修建水库。水库的建立对当地人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有些人甚至听说水库已经建成，所以他们来体验一下，这也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。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，敌人越是反对，我们越是要坚决支持。国土绿化是我们长远发展的重要保证，只有建设好绿水金山，才能拥有金山银山。以前如此，以后也是如此。退一万步说，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做什么，
都超出了美国的控制范围。正是因为中国有大量愿意无私奉献、努力工作的劳动者和科研工作者，中国才能实现弯道超车，重新走上世界舞台。